宝台的剧本我听了25年，这句话直接让青年全部抓狂。财经完美胡彩萍发现钟明轩使用了中国共产党爱用词汇，该不会是入党了吧？管人健也跳出来舔共知识性网红，他们跳过了钟明轩的问题，直接对他进行人格毁灭式的攻击。另外说一声，陈之汉89马上就出来了。哎呀，那个3枪又在蹭了，有时间摔馆长安子弹，有时间在那边扮丑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要回钟明轩？所以89现在没招了，他只能继续的压榨他的粉丝。没关系，反正小青鸟咕咕咕咕傻鸟很多。咕咕咕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89这一次翻车叫做一坨阿苦翻车。我写了一篇短文，不重视历史则无法透彻政治本质。政治的本质是资源的争夺与分配，不是表面上的民主与独裁。之所以这么多人成为政客操弄的意识形态的僵尸，被政客用意识形态的服从操控者作为政治斗争工具，说到底本质是不读历史的恶果。其实我后来发现，我不只要写政客，我应该还要写侧翼，就跟赖施公一样。西凉，天地开疆，万事大吉祥，有无？干什么？让爱反共，打钟明轩，反共万岁，有无？有。而89正是政客在操作这些僵尸的一支点主笔啊，引起就是抗中保台，反共万岁。所以为什么民进党破坏历史学的教育？当你没有办法形成一个有效的解读历史的正本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就很快就被带走，所以这叫供需嘛。他们在创造一群这种受众，让这种受众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，所以才会有这种李文成上节目在呛人家帅不帅，不是在跟你讲论述的内容。所以咕咕咕咕咕的本质是一群老傻逼啊！再来把丑话讲在前头，毕竟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，慢慢跳出境外的世界。这里很重要哈，这就是我之前讲的一个现象。其实随着整个自媒体形态的改变，民进党是越来越难操控所谓的意识形态，因为造假的成本很低，但是破解谣言的成本也大幅降低，这造成民进党的集体焦虑感，所以他只能把这一些青鸟、这些傻姑洗得更傻、更姑，越傻越姑越好。他们到最后只要会咕咕咕跟投票，这事情就解决；只要会咕咕咕出征去啄人家，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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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什么去投票，这样就好了。他一套思想回路，让他相信着永远是最简单、最快速的做法，因为统一的思想可以让人民产生一个共同的目标感，我们要一起往这里前进，从而减少矛盾。这叫集体洗脑，这个是从纳粹时代戈培尔他们就在玩的嘛。怎么样让德意志人集体疯狂变成屠夫呢？变成战争机器呢？先创造恐惧感嘛。哎呀，共产好可怕，好可怕，犹太人好可怕，共同目标感，消灭犹太人，消灭共产党。台湾的叫什么？叫做抗中保台。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容易去达成这个目标，因为他们可以透过他们可以垄断整个媒体，但是越来越没有用，因为太瞎、太 low、太废了，你连剪辑都不认真。所以我就说，当抗中保台的大旗帜交到了89闽南这种咖的手上的时候，这种咖小交到黑熊这种人手上的时候，他能做些什么？他只会把它搞砸而已。但说实在的，抗中保台的剧本我听了25年，这句话直接让青鸟破了大防，青鸟们全部抓狂。我听腻了，相信老一辈的人，这个剧本也听腻了。这个剧本到底还要演多久？可不可以请文化部省预算，找编剧可以改剧本？刚才此番言论，再加上最后那个不被承认的国家，直接让青鸟们破大防，直接抓狂。所有的侧翼在被断了奶之后，纷纷的跳出来了。财经王美这个家伙也是个侧翼仔，他直接喷了发现钟明轩使用了中国共产党爱用词汇，他傻眼，该不会是入党了吧？您他妈的这种废文。然后呢，民视就帮他做了一篇报道，而且你看他说的是哪几个字？叫做减少矛盾，是中共爱用词汇，所以他入党了，不需要证据因为他感觉他是就是了。他说哎呀，印象如此深刻，在台湾的用法我觉得是很矛盾他的做法很矛盾太矛盾了，这称了至于警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不知道公哈哇哥
啊，这样也可以做一篇啊。为了要攻击周明轩，他没办法回答周明轩所提出来的任何一个质疑。然后呢，一个一个调出来了。这个作家朱宥勋其实也是个侧翼仔。自从文化部预算被砍之后，侧翼个个都坐不住了嘛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们这一波的回应哦，是统一而且凶猛。他们用了统一招，这后面有中央厨房。为什么？我给你点一个词你就知道了。不读书的网红也能活用如此词汇，思想回路，减少矛盾，该不会入党了吧？不读书的网红。这前阵子是在讲谁啊？中州科大的高材生，他跑去酸馆长不读书，然后呢，结果没想到他们现在回击周明轩的方式叫不读书的网红。管仁健也跳出来了，管仁健用了一模一样的词汇，叫做不读书的周明轩能为祖国统战加分吗？他们直接跳过了周明轩的问题，直接对他进行人格毁灭式的攻击。新同和这个新闻烂到什么程度？你知道吗？多恶心，你知道吗？舔共知识性网红周明轩，坏到骨子里。这些人，然后你看他怎么说？这里说的不读书，不是要在网络上发动占学历？为什么不能在网络上发动占学历？因为如果要占学历，八炯当场被打趴在地板上，然后叫什么？很多傲人学历的知识型网红，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硕士理科太太，常用错误的资讯把有机肥料就是动物大便来哗众取宠。另一个知识型网红艾丽莎莎，艾丽莎莎，你确定是知识型网红吗？管人贱啊！修理艾丽莎莎为什么？因为艾丽莎莎是小草嘛，所以他们拖出来修理嘛。另外修理谁？修理陈之汉，八炯马上就出来修理馆长。他有空修理馆长，没空去回应钟明轩的影片，3天了。他每天发片的人3天，他不回就是不回啊、为什么不回？回不了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哎呀，那个3枪又在蹭了。有时间摔馆长安子弹，有时间那边扮丑，大哥，你什么时候要回周明轩？我跟你讲，更好笑的是什么？八炯都挂了，结果呢，这个 trade 扩散到了艺文城，我真的会被这段笑死。1.5万个赞，2000多则留言，800多则引用。下面呢，我承认我对 LGBTQ+ 有不理性的偏爱，他们的路不好走，我会给超级包容。可周明轩台湾人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啊？什么直接让八炯的情报预测到了啊？什么看破手脚你啊，祖国美人。因为八炯呢，在他的 thread 上面说2个礼拜内会有一个100万网红来跳入抹黑我们的战局哦。当然，可能我看到这条留言会有延后吧。不过我想，你最晚2月会出片吧？他直接丢一个这个所谓的预言哦，但是其实更不是预言啊，是因为时间差不多了，因为他知道他要翻车了。结果在 trade 上面这么轻描的地方，就他竟然反向翻车了。八炯的论述基本上跟一坨屎。叫你读书不读书，下场8、9。一堆舔共失败回来舔绿共，把他们当城堡。其实接受任务是回来帮绿共掏空台湾的吗？以前看你的影片觉得跟小网红互相还蛮好笑的，现在觉得你跟林天天差不多。知识党真实到是非不分，唯一最大的差别大概是林天天没赚，你可以赚很多钱。所以其实八炯这一波攻击哦，不要说是叠个狗吃屎啊，是绝对直接吃屎，不用叠。